胸廓下缘后边这条线呢没这么平，然后这个腰椎有点太细了。还有就是你这个头的朝向不太对，你就画了一个纯侧面的，它这个头是什么角度的呢？它是侧面偏大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角度，然后远处的低，近处的高，这个头有一个向这个右侧偏转的这个动态，所以说都要在这样的一个基础框架里去找它的结构、眼眶、鼻腔。它这个头骨应该是这样，然后里边的枕大孔、颈椎。它这个胸腔啊，看起来是比较偏正面的。看这里啊，这是胸骨、胸骨柄剑突，这边拉伸，这边微微有些压缩，就是一个比较偏正面的胸腔。然后大转子这里，股骨另一侧它的这个膝关节的面应该朝上的更多一点。比如说这个比例上，这个肱骨啊不会这么细，包括这个耻骨、桡骨稍微有点问题。像这种动态下，它的耻骨和桡骨是并排的，这是这个耻骨，然后在外侧这个桡骨对于耻骨呢遮挡会比较多一点。桡骨这里对着的是手掌、掌骨、腕骨和掌骨。就是画这种解剖啊，可以呢找这个骨骼模型参照一下，可以再准确一些。这个肱骨头略微朝后，大结节朝前，然后骨盆还有腰椎这个稍微有点问题，腰椎呢更粗一些，而且没有这么长。这是髂脊、髂前上棘、耻骨联合，然后这个是股骨，然后下面这个骨盆呢也是，这个是骶骨，然后它的胸腔和髂脊不会离太远，大概是一个拳头。然后肌肉解剖的这个肩胛骨呢有点小了，肩胛骨上的肌肉还小了，这个大圆肌应该在这儿，大圆肌还是比较大的，在图片中看是这样，这边在这儿。这张呢基本还好，就线的层次可以再注意一下。然后这个膝盖啊，先把它画的方一点，体积感强一点。然后这边呢，下面这个底面别画的这么死板，没这么大，然后线也别圈的这么实，整体型还是比较准的，就是在用线上面可以多一些层次，线条的确实轻重变化，让这个线呢更加的符合造型，更有体积感。就是线条缺少变化呢，它就会显得平。像这一边，假设这一边来画的话，就可以有这样的变化，它就看起来就有体积，这个线它就有体积了。然后再配合上横断线，那这个体积感它就很强了。如果是头是往这边偏的，那么它所有这个方向的线也都要跟着偏过去。头骨它这个牙齿的这个缝应该也是偏过去的，要注意头骨的透视。然后这里前臂骨感觉不太对，它的手肘先判断好它的朝向，外上髁、内上髁，然后外上髁下面呢是肱骨小头，肱骨小头对的是桡骨，桡骨对的是手掌，它应该是这个样子。然后小拇指在哪边呢？小拇指在这边，那么这里对应的就是耻骨头，耻骨头在这里和肱骨滑车咬合，那么它们在这儿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交叉的关系。在这里的骨骼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。另一个手臂也是有相同的问题，这个掌心朝上，肱骨、耻骨和桡骨它们就是并排的。
它们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关系。肱骨小头，这是肱骨滑车。然后看一下这个头骨的形状有点别扭啊。这个部分和这个部分呢有点不在一个朝向上，所以说它感觉有点别扭，有点拧了，形不正的。就是对称点位还是观察的不够，没有对照着左右对标着去找，透视有问题。这样看起来不就好多了？然后这个俯视的角度啊，骨盆呢应该在顶面再多一点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。这里是髂前上棘，耻骨联合。这个骨盆呢应该是这个角度的，就是概括成这个盆形，大概是这个形状。这个说过你好多次了，胸腔上头的圆面总是画的很大，而且这个圆面应该在锁骨头的下边。如果这是锁骨头的话，那胸腔圆面应该在这儿。但是你这个头画大了。如果这里是尖头的话，那尖头的形状应该有这么大。腰腹部这里画短了。画之前要先概括它的这个几何形。